上面介绍的都是社交应用，我们需要在本地完成安装并去使用。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些在线的聊天室。要推荐的第3款软件呢，叫做 AnyShare， 推荐的指数呢是2颗星。首先介绍一下呢，它本身使用的是 TOR 洋葱网络，而且呢是可以在你的 PC 本地启动一个在线的聊天室。它的优点呢就是这款软件是开源的，而且呢使用 TOR 网络实现了身份的匿名性。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聊天室是可以设置访问密码的，其他人没有密码是没有办法加入这个聊天室的。第3个优点呢就是它是在你本地就可以启动服务的，真正的保护了你的隐私，而且呢这个服务你可以随时启动和停止，服务可控。同样它本身不存储数据，你只需要在本地关闭这个服务，你的数据也不会产生外泄。第4个优点呢就是它不会记录任何信息，不保留任何数据，只要你把服务一关，那整个数据全部清空。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缺点。首先呢，作为一个在线聊天室，它呢也只能发送文字，而且呢默认发送的都是明文，没有加密的，也就是不是端到端加密的，除非呢你发送经过加密之后的密文。下面说一下这个软件该怎么使用。打开官网，下载并安装，根据你的需要呢，它也支持各种客户端。那我们呢以桌面客户端来进行演示。打开软件，首先呢进入设置界面，然后呢选择 TOR 设置标签，选择使用控制端口连接，在这个位置呢输入你当前本地已经启动的 TOR 网络的代理地址以端口，然后呢点击一下测试与 TOR 的连接，如果测试通过，点击保存。我们开始启动匿名聊天服务，在主界面我们点击开始聊天，在这个界面呢这个选项框不要勾选，这样的话你这个聊天室就会生成一个密码，只有拥有你密码的人才能加入聊天室。然后呢在这个位置输入你聊天室的标题，点击开始服务器。此时呢它会给你显示，第一个呢就是你生成的洋葱路由之后的一个网址和要想加入到这个服务器的一个密码，然后复制地址并在 TOR 浏览器打开，再输入当前聊天室的密钥，打开 TOR 浏览器，输入地址，输入密钥，点击完成。到这个界面呢，在这个位置你可以设置你的聊天昵称，这个位置呢是当前聊天室的所有用户列表，有多少个人这方面会显示，你可以在这个位置输入你的任何消息，别人呢给你的回复也会及时展示。第4个要推荐的方案呢叫做 HackerChat， 这个推荐指数呢是1颗星，虽然说是1颗星，但是也有它的特点和使用场景。基本介绍呢，它也是一个在线的文字聊天室，和上面推荐的第3个方案呢是基本类似的，但它优点呢就是首先也是一个开源软件，而且允许使用 TOR 网络，实现了身份的匿名。第2个特点呢就是不需要安装，它是一个在线网站，只要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就可以直接使用。缺点呢就是可以输入文字，当然我看到官网也可以输入图片，但是呢不是很友好。第2个缺点呢就是默认发送的文字都是明文，而且呢也同样跟上面是一样的，除非发送自己加密后的密文。第3个缺点呢就是聊天室呢默认呢是没有办法设置防密码的，你只能靠设置一个非常唯一且不容易被别人猜出来的路径，保证没有获取到路径的人来加入这个聊天室。第4个缺点呢就是虽然软件是开源的，官方呢也说不会保留任何聊天数据，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确认运行这个平台的 HackerChat 的网站是否真正的删除了聊天数据。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该如何使用。第一步呢，打开网站，我们建议呢要使用 TOR 浏览器来打开网址，这是它的官网。打开官网之后呢，它会已经给我们随机生成了一个新的聊天室，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把这个 test 替换成很长且唯一不被别人轻易猜到的一个字符串路径，然后呢输入这个路径进入这个聊天室。进入聊天室之后呢，你可以设置自己的昵称，设置昵称并加入聊天室，你就可以发送消息了。在这个位置可以发送消息，这个位置呢会显示当前聊天室所有的用户列表。然后呢我还发现了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在线聊天室，我这边也展示了它的链接。那这边呢有个注意事项，请一定要关注。这些在线的聊天室，如果你通过 TOR 浏览器打开，只能保证你的匿名性，适合你临时简单的去与对方进行沟通，但这种平台并没有长期去验证，或者也没有办法我们去验证，所以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消息的隐私性。什么隐私性呢？就是说
可能会被平台看到你的消息内容，因为你的内容并没有加密，都是明文的。第二个呢，也没有办法保证你消息的安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消息发送给别人，可能经过消息的服务器经过篡改，别人看到的消息呢可能是假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作为临时去使用，但是不建议长期去使用。前面推荐的2类呢，第一类呢是独立的客户端，第二个呢是在线的一个网站，第3类呢也是我们要推荐的第5个工具，极客范儿十足的一款工具。那它的名字呢叫做 IRC， 而我们这次呢演示的是叫 IRC2P 的这款工具，因为呢它底层使用的是 I2P 网络，然后呢使用的是开源的一款聊天消息的客户端，基于 IRC 这款协议来实现的一款通讯方案。那推荐指数呢只有1颗星下面我会有讲解为什么给它只有1颗星。首先这款工具的基本介绍呢，可以打开这款工具的网站可以自己去了解学习。简单来说就是基于一个 I2P 网络，然后呢一款 IRC 协议的通讯工具，其实也就是一个在线的文字聊天室，跟上面的在线聊天室功能基本类似。它的优点呢就是开源软件、开源协议。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底层网络使用了 I2P 的大算网络，这个大算网络呢类似洋葱网络，但是呢又有所不同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了解。然后呢它使用的是 P2P 的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组网，实现了你的 IP 匿名，你的数据的匿名，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被防火墙强调的。这样的话你如果在中国大陆使用的话是非常方便的。第3个优点呢就是它创建的是一款匿名聊天室，你可以匿名加入，你同样可以通过设置固定密码来保存一个匿名的名称，这样别人就没有办法来冒充你的名称了而且也可以设置并加入到一个匿名的聊天室。再来说一下它有哪些缺点。第一个缺点，它底层使用的是 I2P 网络，所以呢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 I2P 应用，那这样的话无形之中就在使用这款通讯方案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工作。然后呢默认呢大部分地区，比如说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话，这个软件它的种子可能已经被中国大陆给屏蔽掉了，那你要想使用这款软件，先需要使用代理网络，完成 P2P 的补种，建立 P2P 网络的连接才能使用，这同样也增加了一个步骤。第3个呢，你需要安装一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是支持 IRC 通信协议的，然后呢并在客户端配置聊天室的服务器的账号信息等。最后一个缺点呢就是它默认发送的消息都是明文未加密的，你需要你的客户端支持才能使用端到端加密。因为这款方案呢它的学习配置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所以呢我并不推荐小白用户去学习使用，但对于一些追求极客范儿的人，他是可以使用这款工具的。那这面呢我也截图了，首先呢是 P2P 网络，对吧？打开之后呢它运行，你首先呢要先进行补种，补完种子之后呢它去搜索网络这个连接，然后呢你在本地建立一些隧道，建立隧道之后呢在本地开启一些代理，然后呢再通过我们的一些客户端，通过这个代理连接到 P2P 网络，再去建立整个的通信的信道，使用起来还稍稍的有一些学习成本的和理解成本的。上面呢我们讲了很多个不同的通讯社交工具，然后呢也说了它的基本功能和优点和缺点。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来做一下每一款我们介绍到的工具的特点对比。首先呢前2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的通讯工具，然后呢中间这3个呢是退而求其次，不同场景下你可以去使用，最后这2款呢是我不太推荐大家去使用的。那我把它们所有的特点在这里列出来。对比项呢，第一个是否支持匿名注册第二个呢是否端到端加密，第3个呢是否使用了去中心化网络不记录你的个人 IP， 是否支持使用 TOR 洋葱网络，是否官方不收集任何你的用户信息，平台不存储任何数据，而且呢这款应用是开源且跨平台的，第3方对其进行过审查，而且呢历史上没有任何丑闻，最后我会给它打一个分。那我们可以看到Session 和 SimpleX 是全部满足，
是全部满足的，而且我的推荐指数是5星。然后呢，中间这3款呢，比如这款软件，它是本身不支持端到端加密的，而且呢，我并没有查到这款软件是否被第三方完成过安全审查，那它是否发生过丑闻。所以基于这几个原因呢，我给了它2颗星。然后呢，这个在线软件呢，它本身不支持端到端加密，而且也不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它一定会收集你登录的 IP 地址，也没有第三方进行它的安全审查。有没有丑闻呢？我们也查不到，所以我的推荐指数是1颗星的。那最后的这个 IRC2P 呢，它首先呢并不支持端到端加密，当然你的客户端如果支持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那它是否支持使用 TOR 呢？那在支持使用 TOR 这块呢，我是给它画了一个对号。其实我这边有备注啊，是 IRC 使用的是 I2P 网络，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和 TOR 类似，匿名性相当，但它其实并不是 TOR 网络。但是在这个安全特点上是 OK 的，所以我给了它一个对号。但是 IRC 的平台它会存储你的数据，你的 IP、你的密码、你的这个登录时间，它都会有的。是否有第三方审查，没有丑闻，我也并没有查到。而且呢，基于这个 IRC2P 的工具使用起来并不是很友好，所以我的推荐指数也是给了1星。下面这个 Signal 软件其实我并不推荐，原因呢有2个。第一个呢，它并不支持完全的匿名注册，因为它需要使用你的手机号。然后下一个不推荐的点呢，就是它官方会收集你的信息，会收集哪些信息呢？你的手机号、你的注册日期、你的最后一次登录日期。当然这并不完全可能会泄露太多的信息，但是毕竟它收集这些信息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的。那我给它的推荐指数呢，就是4颗星。如果我们忽略它的这个匿名性的话，它的隐私性和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最后一个 Telegram 也就是电报这款软件呢，我给它推荐指数是3颗星。为什么呢？首先它并不支持匿名注册，因为它需要使用手机号。然后呢，在端到端加密这一块，我给了它一个叹号。为什么呢？因为它默认并不启动端到端加密，你需要手动的私聊的时候手动的启动端到端加密，而且它的群组并不支持加密。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给了它一个叹号。那它本身也并不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它是可以记录到你的 IP 地址的，它官方也是收集你的信息的，而且它的平台上面的服务器也是存储了你的所有消息以及你发送的所有文字。那它是否开源呢？我给了它一个叹号，就是它的客户端是开源的，但是服务端并不开源。第三方审查呢，它是经历过第三方审查的，但是因为它的加密方式并不透明，所以也并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以它的推荐指数呢，我给了它3颗星。作为日常使用是 OK 的，但是作为你需要匿名性很强、隐私性很强的一款软件，我不建议使用它。最后我们做一些总结。首先呢，我非常推荐使用 Cision 和 SimpleX 这2款工具，因为它解决了所有对匿名、隐私、安全性的担忧。然后呢 Signal 也是非常好的一款应用，但是建议搭配匿名的手机号进行注册使用。第3个结论呢，就是 Telegram 是生态非常好，用户量非常大的应用，可以用作日常使用，但是注意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身份信息，建议搭配匿名手机号和非常安全的 VPN 去使用。第4个总结呢是，这2个工具在线的聊天室适合轻量级或者说临时匿名性的一款方案，或者说当对方不想安装也没有安装任何应用的情况下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平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并不建议在高匿名的时候去使用。第5个小节呢是 IRC 的这款工具相对来讲学习成本较大，对于小白呢或者你没有强烈需求的场景下，不建议你去使用。下面呢是一些参考引用的链接。我之所以能总结出上面的这些功能特点，首先呢是我对它的功能原理进行了详细的学习和了解，同样呢也参考了很多个别人的文章，然后呢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功能特点，所以把我学习过程认为比较好的对比文章列在了这里，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学习。那我会把本视频中所有用到的参考链接以及一些引申的链接都会发出来，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详细的学习了解的话，可以自行学习。如果大家还需要了解哪方面的内容，也请留言反馈，我们共同防护个人隐私安全。